第48章海纳斯·凡森特。廷根市北区豪尔斯街13号，位于2楼的占卜俱乐部。克莱恩又一次看见了那位负责接待的漂亮女士，她依旧盘着棕黄色长发，显得成熟而典雅，仅从外表上很难判断她的具体年龄。您好，格拉西斯先生今天不在，您是否要换一位占卜者？这位漂亮的女士含笑说道。听到这句话，刚将脱下的丝绸礼帽重新戴好的克莱恩顿时诧异了。你还记得我？这都是5天之前的事情了。棕发女士抿嘴笑道。您是第一位找格拉西斯先生占卜的客人，也是到今天为止唯一的一位。我很难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印象吧。克莱恩自我吐槽了一句，沉吟着问道。格拉西斯先生上次来俱乐部是什么时候？棕发女士瞄了他一眼，仿佛在思考般回答。老实说，我们无法掌握会员前来的规律，他们有着自由的意志和各种各样的事物。我记得那天之后，给您占卜之后，格拉西斯先生应该就没有再来过俱乐部了。祝他好运，愿女神庇佑他。克莱恩祈祷了一句，没再多问，转而笑道。我这次不是来占卜的，我想加入俱乐部。真的吗？这是我们的荣幸。棕发女士适时表现出了惊喜的神色。初次成为会员，请缴纳5磅年费，之后是每年1磅。详细的情况不需要我再重新介绍了吧？克莱恩从内侧口袋里掏出新领取的一张5磅纸币，看着亨利·奥古斯都一世的头像远离了自己，认真检查过防伪水印。棕发女士郑重收起钞票，拿出一张表格递给了克莱恩。您填写一下详细信息，我给您开收款凭据有发票吗？抬头是黑金级安保公司。克莱恩被自己的想法逗乐，拿起桌上的沾水钢笔就着蓝黑色墨水，将姓名、年龄、所在街道和公司名称等信息填写完毕。不过他故意空缺了出生年月日，对一位占卜家来说，这是关系着自身奥秘的灵数。开好收款凭据，登记完会员情况，棕发女士伸出右手道：欢迎加入廷根市占卜俱乐部，我是安杰丽卡·巴雷哈特，你们勤劳的服务者。这是您的会员袖定，上面有我们独特的铭文，能证明您的会员身份。你好，安杰丽卡女士。克莱恩轻握对方的手掌一下，接过了那枚暗金色的袖定。他发现上面的独特铭文使用了赫密斯语里一个单词的词根，那个单词是占卜者。安杰丽卡收回左手，想了几秒道：不知道您擅长什么占卜术，或者说想要在俱乐部学习什么占卜方法，我们会考虑请对应的知名占卜者来授课，也会给您介绍有类似擅长的会员，让你们愉快交流每一种占卜术。我都懂一点，不需要特别考虑我。克莱恩稍作修饰的回答，并且询问道：我现在就可以替人占卜吗？我并不是一个刚开始学习的菜鸟，他是来扮演占卜家，而不是学习普通人都能接触到的占卜方法。安杰丽卡保持着礼貌性的微笑道：您随时都可以在俱乐部自由的帮人占卜，只是在确认您的水准前，我们不会在顾客询问时帮您说好话。您希望的占卜收费是多少？2便士吧。克莱恩打算在没什么名气时以价格取胜，我们会按照总价1/8的标准，抽取1/4便士的费用。安杰丽卡先将各种规定说了一遍，然后才把克莱恩的信息写入那本供顾客挑选的占卜者图册。做完这一切，他微笑指着走廊尽头的会议室道：海纳斯·凡森特先生正在讲解星盘占卜，您可以安静的找个位置旁听，也能举手询问疑难。好的。克莱恩颇感兴趣的走向了会议室，想听听海纳斯·凡森特和老尼尔讲的有什么不同。这时安杰丽卡追了上来，压低嗓音道：莫雷蒂先生，您需要咖啡还是茶？我们免费提供锡箔红茶、南维尔咖啡和迪西咖啡。最近常常看到的克莱恩知道这些咖啡和红茶都属于中等偏下的水准，但也明白他们肯定好于家里的劣质品类，于是想了想道：一杯南维尔咖啡3勺糖，不放牛奶。鲁恩王国南维尔郡最著名的是啤酒和红酒，不少大人物都相当喜欢，而咖啡相对就没什么名气了。好的，等下给您送进来。安杰丽卡伸手指向会议室。克莱恩缓步来到扮演的门口，听见那带有浓厚阿霍瓦郡口音的讲解说道：星盘占卜在所有占卜术里也属于相当复杂的一种，这仅是相对普通人而言。克莱恩默默帮对方补了一句，看见会议室的5、6张长桌围成了半圆形，簇拥着未穿黑色古典长袍的中年男子。海纳斯·凡森特，这位先生有着明显的黑眼圈，褐色头发浓密而刚硬，
他们一根根倔强的竖立着，就像在扮演刺猬。除此之外，讲解星盘占卜的他没什么明显特点。看见克莱恩进来，海纳斯、凡森特微微点头，没有中断课程，只是稍微放缓了语速。克莱恩一手插兜，一手提杖，随着找了个边缘位置坐下，舒服的往后一靠，就着下午依旧灿烂的阳光环顾了一圈。看见这里有6位会员，4男2女，他们有的专注做着笔记，有的低声交流着什么，有的则向克莱恩回忆苦笑。放好手杖，克莱恩按了按半高的丝绸礼帽，屈起手指在眉心轻敲了2下。他的目光投向海纳斯，看见了对方的气场，看见了那不同的颜色、亮度和厚薄。暗红色，情绪上有点焦虑，其他部位都很健康，就是那里有点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克莱恩边悠闲听课边默默自语。这时，他右手成拳，抵住了嘴巴，免得笑声外泄出去，因为他突然感觉自己像个无证老中医。对于灵视这个能力，他现在相当满意，虽然只能以此判断大概的情况，无法分辨具体细节，但也足以获得很多有用的信息。又环视一圈，他再次轻敲了眉心2下，仿佛在思考海纳斯刚才的话语。星盘占卜属于占星术的一种，但普通人也能尝试着进行解读。比如最基本的出生星盘，就是根据询问者出生时太阳、月亮、蓝星和赤星等的位置，分别在天空的位置，将它们的象征符号标注于星盘上正确的地方，并附加各种星座的相应状况，最后以此来解读对方的命运。这就要求占卜者必须懂得倒推计算行星和星座的状态，相当的复杂。当然，也有人出版工具书供人查询，也有人直接简化，只用星座等做最模糊的解读。克莱恩安静听着，没有插言，没有提问，时不时摩挲袖口里的黄水晶吊坠，时不时抿上一口安杰丽卡送进来的南威尔咖啡。过了许久，海纳斯揉了揉眉心道：你们也许需要尝试着绘制自己的星盘，有什么疑问可以来找我。我在白水晶房目送他离去，一位白衬衣、黑马甲的年轻男子笑着起身，走到了克莱恩旁边。你好，我是爱德华·斯蒂夫。你好，克莱恩·莫雷蒂。克莱恩起身还礼。星盘实在太复杂了，每次听到，我就忍不住想要开始一场梦境。爱德华·斯蒂夫自嘲道。克莱恩笑了笑道，这是因为凡森特先生总是忍不住将他掌握的知识全部交给我们，就像一下子给我们一桌英蒂斯大餐，这太不利于消化了。如果是我能吃完一桌英蒂斯大餐。他们总是用很大的盘子装一点点食物。爱德华呵呵一笑，顺势坐了下来，好奇问道：你是新会员吧？我这2年都没见过你，今天刚加入俱乐部。克莱恩坦然回答。你擅长什么？我最擅长塔罗和扑克占卜。爱德华随口问了一句。我都懂一点，也只懂一点。克莱恩将以前对自身的形容用在了这里。他不是谦虚，是因为在占卜领域确实还有太多未曾掌握的神秘知识。就在其他会员想过来交流星盘占卜时，安杰丽卡走入了会议室。斯蒂夫先生，有人找你占卜。好的，爱德华。斯蒂夫微笑起身，看起来你是位优秀的占卜者。克莱恩望着对方道。不，这只是因为我的价格最合适。爱德华低笑道，普通人前来占卜，绝对不会直接挑选最昂贵的那些，而除非他脑袋被驴踢过，否则肯定也不会放心最便宜的几位。价格处在中央的最容易获得机会，我就是你说的脑袋被驴踢过的。看着对方离去，克莱恩忽然摇头苦笑，自己的价格定位似乎出现了问题。他站起身，拿上手杖，走出会议室，再次找到安杰丽卡。我希望更改占卜价格。8便士。安杰丽卡深深看了他一眼道，我们会满足您的要求，但也会告诉顾客，您刚加入我们俱乐部，没问题。克莱恩并不介意地点头。有的时候，神秘也是占卜家吸引顾客的重要元素。改好资料，克莱恩反身走向了会议室。这时，他看见海纳斯·凡森特从白水晶房出来，手里拿着一面镀银的镜子。这位知名占卜者对会议室内的3男2女5位会员道：我最近刚掌握了一门新的占卜术，魔镜占卜，你们希望学习吗？魔镜占卜，这可不是什么安全的占卜方法啊。身穿黑色正装的克莱恩停在会议室外面，皱起了眉头。第49章占卜术。作为一名刚进入神秘学大门的占卜家，克莱恩不敢说自己懂得很多，但他肯定比普通人了解不少，清楚各种各样的占卜术可以按照某个标准分为3大类。
而这个标准就是启示的来源。第一种占卜方法包括塔罗、扑克、灵摆、卜障和梦境等类型，借助询问人本人灵性与灵界沟通获得的启示来解读占卜的结果。只是灵摆和卜障法对灵性、对精神体、对心灵体要求很高，不是非凡者无法得到准确且明显的启示，而纸牌占卜则用预先提供固定象征元素的思路，让普通人懵懂交感到的启示也能获得体现。梦境介于他们之间。第二种占卜方法有灵数、占星以及他们演化的所有类型。占卜者通过询问人或自然变化提供的客观信息，计算、推测、解读出相应的结果。主动权不在询问人，在占卜者。第三种占卜方法是借助占卜者和询问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克莱恩上辈子知道的碟仙和笔仙就属于此类，通过一定的仪式，请求未知的、神秘的存在直接给予答案。虽然普通人大概率不会成功，但要是出现万一，且沟通到充满恶意或光是接触便让人崩溃的存在，就往往会酿成惨剧。海纳斯·凡森特刚才提到的魔镜占卜就属于这种方法。在神秘学里面，镜子是通向未知、通向奇轨、通向灵性世界的大门，所以克莱恩停在了会议室外面，打算听一听这位知名占卜者会怎么讲解，以决定是否通报队长。半夜去抄对方的瓦斯计费器。当然，魔镜占卜也有安全的办法，那就是向7位正统的神灵祈求答案。即使普通人很难得到真正的启示，可至少不会有危险、有后遗症。而被职业者、代法者等严格管制的那种魔镜占卜，是请求某些组织信奉的邪神或神秘存在帮忙。另外，自身随意杜撰的也不行，说不定某个单词、某个特质就引来了未知的关注。在这个有着非凡力量的世界里，类似的占卜总是会向着极坏的结果发展。克莱恩甚至怀疑原主和韦尔奇、纳亚根据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做了次类似的黑占卜。这个时候，海纳斯也向5名会员讲解清楚了魔镜占卜的原理，开始描述具体的过程。首先，根据自身信奉的神灵，挑选适合的日期和时间，这可以通过占星手册来决定。比如，我们都知道周日是黑夜女神的象征，是休息的体现，而凌晨2点到3点，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5点，晚上11点到0点是月亮时，被黑夜女神主宰着。所以，信奉黑夜女神的占卜者可以在周日的这些时间段进行魔镜占卜，基础很扎实嘛。克莱恩借助会议室扮演之门的遮挡，微微点了点头。不得不说，7大教会互相制衡的情况下，有的神秘知识确实外泄了。比如占星手册就提供了很多象征的含义，只是没有魔药、没有非凡力量的情况下，普通人几乎无法获得想要的效果。其次，我们仔细擦拭镜子，必须是镀银的镜子，将它摆在家里象征月亮的位置。海纳斯用手中的道具进行着演示。不，这个时候需要的是灵摆法，先选一个位置，在心里默念7遍这里适合魔镜占卜，然后看吊坠转动的方向，顺时针为正确，逆时针是错误。当然，你要是向有恶意的、未知的、神秘的存在祈求，未知就不是关键了，他感不感兴趣才是重点。克莱恩无声纠正道。这个时候，他有种自己是听课老师的感觉。海纳斯·凡森特听不到克莱恩的心里话，语气正常的将事前的准备详细说了一遍。等会员们写好笔记，他继续讲解道：完成沐浴后，确认窗帘全部拉拢，房门反锁紧闭。接着，点一根蜡烛，摆放在镜子前面，虔诚的向你信仰的神灵祈求。问题尽量简单，不要用复杂的修饰。祈求7遍后，拿起你的镜子，将它轻摔在地上，必须很轻，记住破碎的样子，这是神灵给予的启示。我将几种主要的象征具体讲一讲。这是正统的魔镜占卜。克莱恩松了口气，缓步走入会议室，坐到之前的位置，将剩下那点南威尔咖啡一口喝完。所谓正统，就是确实能得到启示，但基本没法真正解读。而非凡者在这个步骤时，如果得到了回应，能直接从镜子里看见一定画面，获得较为清晰的信息。因为破碎后形成的象征很多，海纳斯讲了很久，直到爱德华·斯蒂夫帮人占卜完毕，回到会议室，他都还未收尾。克莱恩没有询问爱德华帮人占卜了什么，用的是什么方法，这属于占卜者之间不成文的规定，扮演着占卜家的他当然要严格遵守，除非对方主动提及。
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解读都太过模糊，似乎在迎合不同的需求，让不同的人都能从解读里找到切合自身的描述。爱德华喝了口稀薄红茶，低声叹息道：比如，遇到很多波折，有太多的恶难，但最终会看见曙光。呵呵，谁也不知道曙光什么时候会到来。比如，你这趟旅程不是太顺利，但肯定能活着抵达。嘿，死人是不会来反驳我的，因为没有从开始听。他忽略了海纳斯的魔镜占卜课程。幸存者偏差，克莱恩微笑补充道。幸存者偏差的大概意思是，很多统计往往只来自于活着的、幸存的人，忽略了死者，结果会有明显的偏差。对，罗塞尔大帝真是一位哲学家，爱德华赞叹出声。克莱恩端起没有了咖啡的咖啡杯，假装抿了一口。整个下午，会员们都沉浸在了星盘和魔镜占卜里，偶尔也会过来找克莱恩、爱德华讨论。而这种时候，克莱恩都尽着职业者小队非正式成员的职责，努力的引导他们避开可能涉及非凡、涉及危险的思路。但是他最想做的事情却未能成功，来来往往了好几位询问者都没有挑选他帮忙占卜。或许我下次得主动去招待，来上几句你厄运缠身，你最近将有不幸，你任何事情都不会顺利的话语。不，这不像是占卜家了。想着这些，克莱恩不由摇头自嘲。他拿上手杖，站了起来，告辞离开。5点半，爱德华·斯蒂夫穿好外套，正待走出占卜俱乐部，忽然看见了一道熟悉的身影。下午好，格拉西斯，好久不见，他含笑招呼道。只见这位有相同爱好的朋友穿着惯常的正装，打上了黑色的领结，胸前口袋处则悬挂着一副单片眼镜。紧接着，他注意到对方的脸色相当不好，就连淡黄柔软的头发都有干枯的迹象。下午好，爱德华。嗨，手拿帽子的格拉西斯突然用拳头抵住嘴巴，咳嗽了几声。爱德华关心道：你好像生病了，一场很严重的疾病，之前甚至转成了肺炎。如果不是我妻子刚好遇上一位厉害的药师，给了我一些神奇的药剂，你恐怕得到墓园才能看见我。格拉西斯的语气里满是后怕和庆幸。主啊，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之前是那么的健康，瞧，你现在是如此的虚弱。我记得上周给你占卜过，并没有迹象表明你会得严重的疾病。爱德华动了动手杖，诧异感叹道：我自己的占卜结果也和你给出的一样，也许我们还不算合格的占卜者。而且，格拉西斯忽地想起了周一的事情，神情变得异常凝重。就在这时，漂亮女士安杰丽卡迎了过来，笑意温柔的行礼。互相致意后，她先关注了格拉西斯的健康，提供了一些建议，接着才随口提到：格拉西斯先生，上次找你占卜的那位莫雷蒂先生也加入了俱乐部，上次找我占卜的那位。格拉西斯的眼睛一下发亮，主啊，他在哪里？他已经离开了。安杰丽卡和爱德华都无法理解格拉西斯异常的反应。格拉西斯激动地踱了2步道：如果他下次前来时我没有在俱乐部，请一定问清楚他什么时候还会来。格拉西斯，这是怎么回事？那位克莱恩·莫雷蒂先生对你做了什么吗？爱德华疑惑问道。格拉西斯扬了扬手臂，直视着爱德华和安杰丽卡打探般的目光，语气激昂的回答：他是一位非常神奇的。手臂挥下，连用了3个非常来形容的格拉西斯朗声说道：医生，第50章，老尼尔的还钱办法。晚上7点半，莫雷蒂家的餐桌旁，克莱恩，为什么你作为顾问也需要早到？安保公司的紧急事务会不会比较危险？班森插了块土豆炖牛肉里的土豆，隐含关心的提起了清晨的事情。克莱恩小心的吐出香煎肉鱼的刺，早有准备的回答道：一批需要立刻转运去贝克兰德的历史文献，我必须到场清点，确认没有遗漏，你知道的。那些只会挥舞拳头的家伙根本不认识古弗萨克文。听到他的回答，咀嚼完嘴里食物的班森不由感慨了一句：知识真的很重要。趁此机会，克莱恩拿出剩下的那张5磅钞票，递给了班森。这是我今天获得的额外报酬，你也需要一身体面的衣服了。5磅。班森和梅丽莎同时出声。他拿起那张钞票，看了一遍又一遍，半是惊讶半是疑惑的说道：这家安保公司还真是慷慨啊，他1周的薪水是1磅10苏勒，4周刚好6磅，仅仅比这额外的报酬多1磅。而靠着那样的薪水，他养活了弟弟妹妹，给予他们还算不错的住处，让他们每周能吃2-3次肉，每年能获得几件新衣服。
你们不怀疑我说的话？克莱恩故意这么反问道。班森呵呵一笑，我想你没有那个能力，也没有那个胆量。去抢劫银行，你不是一个会撒谎的人。梅丽莎停下刀叉，认真回答。我现在是一个习惯撒谎的人。克莱恩顿时有点羞愧，虽然这是现实的逼迫，但妹妹的相信还是让他一阵惆怅。今天的事务比较紧急，也很重要，我在里面发挥了相当关键的作用，这就是价值5磅的原因。克莱恩略略解释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说的都是真话。至于即将下发的5磅经费，之前准备用来加入占卜俱乐部的那笔，他打算隐瞒下来，一是又拿5磅回家，真的会吓到哥哥和妹妹，让他们怀疑自己在做什么不合法的事业；二是得为占卜家的学习和神秘知识的掌握积攒一些购买额外材料的金钱了。班森满足的撕咬了一口燕麦面包，想了10几秒道：我现在的工作不需要太体面的衣服，准确的说是布料太好的衣服。家里的这些足够了。不等克莱恩劝解，他主动提到，有了这笔额外的收入，我们就真正有了积蓄。我打算再买基本会计方面的书籍，进行更深入的学习。克莱恩、梅丽莎，我不希望再过5年，我的周薪还在2磅以下。你们知道的，我的老板和我的经理脑袋里都灌满了大便，一张嘴就是一股恶臭，非常棒的想法。克莱恩赞同道，顺势引导了一句，为什么不看一看我房间内的文法书籍呢？要想成为真正的体面人，要想获得足够丰厚的报酬，这是相当关键的因素。也许用不了多久，公务员考试就会在鲁恩王国出现，提前准备能占不少便宜。班森听得眼睛一亮，我确实遗忘了这件事情。来，让我们为美好的未来干杯。他并没有喝黑麦啤酒，而是将牡蛎清汤倒入3个杯子，与弟弟、妹妹同时轻碰了一下。喝掉清汤，克莱恩看向与香煎肉鱼奋战的妹妹，低笑一声道，除了班森的书籍，我想梅丽莎也需要一条新的裙子了。梅丽莎抬起脑袋，不断摇动道，不，我认为最好存起来。克莱恩帮他补充道。梅丽莎重重点头。其实，如果不追求布料和最新的设计，并不会太贵，剩下的钱我们就攒起来。克莱恩以不容拒绝的态度说道。班森也附和了一句，还穿旧的裙子。塞琳娜·伍德是梅丽莎的同学兼好朋友，家庭条件还算不错，哥哥是事务律师，父亲是贝克兰德银行停根分行的资深雇员。不过，他们所谓的晚宴，也就是请朋友们共享晚餐，以及聊天、玩纸牌。好吧，梅丽莎低下脑袋，嘟囔着回答，然后狠狠插起了一块炖牛肉。沉默一阵，她忽然记起一件事情，忙抬头说道：隔壁的孝德太太让女仆送了张名片过来，希望周日下午，也就是明天下午4点，办正式的拜访我们，认识新的邻居孝德太太。克莱恩完全茫然地望向哥哥和妹妹。班森用手指轻敲着餐桌边缘，状似思考般道：水仙花街4号的孝德太太，我见过她的丈夫，是一位资深的事务律师。也许他认识赛琳娜的哥哥。梅丽莎略有几分欣喜地说道。我们是水仙花街2号。克莱恩微微点头道，认识邻居是必要的事情，不过你们知道的，我周日依旧要去安保公司，只有周一才能休息，替我向孝德太太说声抱歉。说到这里，他想起了上辈子小时候的邻居，想起了住在铁十字街公寓时的邻居，好笑轻叹道，办正式的拜访，邻居不是应该自然的认识，自然的接触吗？哈哈，克莱恩，你不明白的，你最近看了不少报纸，却没有接触过那些提供给家庭、提供给妇女的杂志。他们将年入100磅到1000磅间的家庭称为中产阶级，宣扬这是整个王国的支架，并赞美中产阶级没有贵族和富豪的傲慢，也不像低收入阶层那么粗鲁。班森轻松而愉快地解释道，这些杂志将贵族交往间的不少仪式简化，以此作为中产阶级的标志。亲密拜访、办正式拜访和正式拜访的区别就来源于这里。说着说着，他摇头失笑道，一般来说，将自己视为这个阶层的先生、夫人和小姐都会特别在意类似的细节。他们对邻居和朋友的拜访，在下午2点到6点称为晨访。克莱恩和梅丽莎都诧异反问道，下午2点到6点的拜访算什么晨访？班森放下刀叉，摊手笑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仅仅看了几本女同事带来的杂志，也许是因为要穿晨礼服来拜访。原本的晨礼服是弥撒、集会时的礼服，后来代指日间正装，与晚礼服区别。好吧，
你们明天上午记得去买些好的咖啡粉和茶叶，再从斯林太太那里买点小松饼和柠檬蛋糕，不能在邻居面前失礼。克莱恩笑了一声，将剩下的面包沾上肉汁，加入土豆，放进口中。第二天，也就是周日清晨，克莱恩喝完最后一口烈茶，放下报纸，戴好半高丝绸礼帽，拿上相应的黑色手杖，慢悠悠出了大门，乘坐公共马车抵达佐特兰街。他与刚结束职业，打算去休息室睡觉的罗珊打了声招呼，一路下行，来到地底拐角处，他遇上了一名职业者小队成员，不眠者洛耀来听。这是位看起来很冷淡的女士，眉毛细长，眼睛很大，头发漆黑顺滑，如同丝绸。早上好，来听女士。克莱恩含笑行礼道。洛耀用深蓝色的眸子望了他一眼，微不可见地点头致意。两人快擦肩而过时，洛耀忽然停步，目视前方的说道：仪式魔法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克莱恩愣了一下，在转过身体时，就只能看见对方远去的背影。谢谢。他皱起眉头，对着洛耀来听的背影轻喊了一声，往左拐弯。他很快见到了武器库值守室内的老尼尔，以及本来不该出现于这里的布莱特。走吧，去我家，我已经领取好对应材料了。布莱特也答应帮我看守。老尼尔笑呵呵说道。克莱恩顿时诧异了，不在这里。老尼尔提着银质小箱，啧了一声，这里没有练习仪式魔法的空间。克莱恩不再多问，跟着老尼尔返回了地面。接着，两人乘坐公共马车，一路来到北区城郊。老尼尔的家是一处独栋房屋，前方的花园内种植着玫瑰、金薄荷等材料。刚一进入，是铺着地毯的门廊，里面摆放着2张高背椅和一个伞架。通过门廊是宽敞的客厅，墙面贴着浅色的墙纸，地板刷成了深棕色，中间铺着有印花图案的小地毯，摆放着一张质地厚重的圆桌。圆桌周围环绕着舒适的长椅、座椅以及一台钢琴。我过世的妻子非常喜欢音乐。老尼尔指着钢琴，随口提了一句，沙发和茶几在起居室内。我们今天的仪式魔法就在客厅吧。好的，克莱恩有些拘谨的回答。老尼尔放下银质小箱，笑了笑道，我先给你演示一个仪式魔法，你注意观察和记忆。说话间，他从银质小箱内取出了一张仿羊皮纸，用专门调制的有宁静香味的黑色墨水在上面画着奇怪的图案。克莱恩看了又看，发现老尼尔似乎大概可能在画一张账单。等到老尼尔于对应位置填上30这个数字和相应的棒符号后，克莱恩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又疑惑又茫然地问道，尼尔先生，你要进行什么仪式魔法？老尼尔咳嗽了2声，非常严肃地回答，我今天要用魔法解决那30磅的债务，这样也行？克莱恩眼睛瞪大，嘴巴半张。第51章接地气的仪式魔法。用魔法解决账单，是要直接咒死债主，还是伪造钞票？我没法解决问题，但我可以解决你。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克莱恩脑中跳跃，看向老尼尔的眼神都变得有点不对劲。他认真考虑起了报警，不，通报职业者小队的可能。老尼尔瞄了他一眼，没好气的说道，从你的眼神里我看见了无知，看见了愚蠢，看见了薄弱而可耻的信任。难道邓恩没有告诉你窥密人的格言吗？为所欲为，但勿伤害。虽然这句格言最早是从一个隐秘的、邪恶的组织摩斯苦修会内部传出来的，但选择窥密人道路的非凡者都用自己的经验证明了它的正确。只要严格遵守，并充满敬畏，失控的风险就会降到最低。相反的推论同样成立，你的怀疑是对我、对窥密人的侮辱。对不起，克莱恩毫不犹豫的道歉。他确实忘记了邓恩·史密斯曾经提过的这句格言。老尼尔并未真的生气，转眼就笑呵呵说道，可惜挑选占卜家的非凡者太少了，没有对应的格言帮助你，但我有罗塞尔大帝的日记。严格遵守格言本身就有扮演的味道啊。克莱恩忽生联想，仿佛在思考般点了下头。老尼尔没再多说，将沉重圆桌上的花瓶等事物拿走，放到了角落。紧接着，他边从银质小箱内取出一赤红一深黑的蜡烛，边随口讲解道，如果普通人想要尝试仪式魔法，必须根据占星结果或翻阅对应手册，挑选适合的日期、适合的时间，比如象征女神的周日，比如她所主宰的月亮时。但对我们非凡者，尤其是擅长这方面的非凡者而言，这些并不需要。我们蓬勃的灵性，我们强大的心灵体，才是最关键的要素。那挑选适合的日期、适合的时间，
能有效提高成功率啊。对，有个前提，你必须牢记并严格遵守。老尼尔放好2根蜡烛，侧过身体，看向克莱恩，非常严肃地说道：低序列者本身还不够强大，能进行的几乎所有仪式魔法都是向外在祈求力量，请求帮助，所以只能考虑女神、风暴之主等正统神灵。绝对不要试图沟通未知的、难以预料的存在，哪怕有人信奉他们，哪怕记载的承诺充满诱惑。相信我，不要抱有侥幸的心态，只要尝试过一次，你就会不可避免地滑向深渊。一切的努力，一切的抗争，都只能延缓速度，无法扭转趋势。我会牢记的。克莱恩沉声回答，心头却一阵发虚。自己的转运仪式似乎就是在向某个未知的、难以预料的存在祈求力量，而且真的获得了让倒吊人这个资深非凡者都难以置信的力量，将他们拉入灰雾之上的力量。他应该是资深的非凡者。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没疯，还没有失控的迹象。忧虑着这件事情，他主动转移了话题。所以，职业者们最好是向女神请求帮助。如果你想祈求风暴之主，不会有谁阻拦你，只是他未必会回应，或者会充满恶意的回应，那会让我们仪式魔法的结果扭曲往难以预知的方向。老尼尔用玩笑的方式成功打消了克莱恩的侥幸。没有所谓的最好，只有必须。叮嘱完毕，老尼尔拿起那根赤红色的蜡烛道：用月亮花、深红檀香等制作的蜡烛，在仪式魔法里象征女神的绯红之主身份。他又指着深黑色的蜡烛道：夜香草、深棉花等制作的蜡烛，象征黑夜。说话间，他把黑色那根摆在了圆桌的左上方，红色那根置于右上方。为什么象征女神的蜡烛只有2根？她还是隐秘之母，恶难与恐惧的女皇，安眠和寂静的领主啊。老尼尔笑了一声，不错，这就是我希望你问的问题。在没有堕落前，摩斯苦修会和教会的关系很好，他们在仪式魔法上的一些观念和成果深深影响了我们。他们认为万物皆数，每个数字都有灵性，而在仪式魔法里，灵代表未知，代表混沌，象征世界诞生之前的状态。1表示开始，代表最初的造物主；2象征从他体内诞生的世界和诸位神灵；3表示神灵与物质接触，万物成型。在这里，用2根蜡烛象征女神，将第3根留给我们自己。具体用哪2根蜡烛，哪2种象征，要根据仪式魔法本身想要达到的效果决定。3生万物，万物皆三。克莱恩不由想到了上辈子接触到的一些东西。见他认真倾听，老尼尔拿住第3根蜡烛道：这是象征我的蜡烛，很普通的蜡烛，只是添加了点薄荷。记住，玫瑰、柠檬、薄荷、月亮花、夜香草和深棉花等植物都受到女神喜爱和宠幸。3根蜡烛在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每个人的肉体、灵性和神性。描述完毕，老尼尔帮第3根放在了圆桌正中央。他又相继取出调制的满月精油，以及一个铭刻有黑暗圣灰的大斧，一把有华丽花纹的银质小刀，一杯清水，一碟粗盐。对于不擅长仪式魔法的非凡者而言，这个时候还需要铃铛、水晶球、银杯、熏香等物品辅助，但窥秘人和占卜家不用，这些器物足够了。老尼尔将画着账单的仿羊皮纸放在位于正下方的大斧旁，并用特制的羽毛笔压住一角。他侧身对克莱恩道：仪式魔法需要一个干净的、没人打扰的灵性环境，而这必须由我们自己来制造。方法是先进入冥想，积蓄精神，接着靠辅助物品将我们的力量引导出来，构建于四周。比如我在瑞尔·比伯家用过的圣叶粉，比如我即将使用的仪式银笔。整个过程里，我们必须根据想要的结果确定象征符号和对应咒文。咒文最好用赫密斯语，因为古赫密斯语来源于自然，类似于古龙语、古精灵语，效果非常直接，缺乏必要的隐蔽和保护，容易让使用者陷入危险，这也就是它被改进的缘由。不过它也确实更有效。好了，我要专心进行仪式魔法了，不会再给你讲解，你注意看和听，并记下问题，等一切结束再向我请教。好的。克莱恩退后2步，专注地看着老尼尔。老尼尔的眼眸迅速转身，周围有无形的风开始打旋。他蓦然一震，按照从左往右、从上到下的顺序，用精神与物质摩擦，依次点燃了3根蜡烛。接着，他拿起那把银质小刀，将它插入了粗盐里，并口诵赫密斯语书写的咒文：我圣化你，纯阴之刃；我清洁和净化你，让你在仪式里侍奉我。以黑夜女神、绯红之主的名义，你被圣化了。
一个个简短有力的古老单词之后，老尼尔抽出银质小刀，将它插入那杯清水，然后提了起来，指向圆桌之外的空间。他用刀尖对准了外圈，接着迈开步伐，绕圆桌行走。每走一步，克莱恩都能感受到无形的力量从银质小刀之上喷薄而出，它们充满灵性，与空气勾连，形成了一堵密封之墙。一圈之后，祭台所在就与周围隔离开来了。老尼尔站到圆桌前方，将银质小刀放下，拿起那瓶满月精油，分别往黑色、深红和普通的蜡烛滴了3滴。淡薄的雾气弥漫，一切似乎变得神秘起来。老尼尔放下玻璃瓶，看着那张仿羊皮纸，静默了2分钟，然后拿上羽毛笔，在账单上描绘出控制的符号，一个框住了所有内容的方形，表示自身控制住了债务。接着他又画了一个叉，表示消除。到了这里，他一手拿上仿羊皮纸，一手轻敲眉心，打开了灵室。又有无形而蓬勃的力量焕发。老尼尔低声吟诵道：我祈求黑夜的力量，我祈求绯红的力量，我祈求女神的眷顾，祈求带给我支付这笔账单的款项。夜香草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月亮花啊，属于红月的草药，请将力量传递给我的皱纹。克莱恩在旁边听得简直目瞪口呆，心里各种想法互相激荡。这样的皱纹也行，虽然他是用赫密斯语书写和念出的，这未免也太直接、太朴素、太接地气了吧？女神会不会恼怒，让账单翻倍？这时，蜡烛光芒豁然变亮。老尼尔念诵完毕，闭目2分钟，拿起满月精油，又往3根蜡烛上分别滴了1滴。紧接着，他抓住那张仿羊皮纸，将它凑近了象征我的蜡烛。等到点燃，立刻丢入大釜。老尼尔再一次闭上眼睛，似乎在感受着账单的燃烧。过了一阵，他眼眸睁开，望向有黑色圣灰的大釜，只见仿羊皮纸已完全燃烧，只剩灰烬。赞美女神！老尼尔在胸口点了4下，汇成绯红之月，然后依照最开始相反的顺序熄灭了蜡烛。做完这一切，他拿上银质小刀，将四周的无形之墙戳破。一阵突然刮起的大风后，老尼尔明显松了口气道：好了，这就好了。克莱恩愕然发问：账单解决了？怎么解决的？我也不知道，总之他会被解决的，以合理的方式。老尼尔摊手笑道。克莱恩不知该用什么表情和语言来应对了，这会不会有点不靠谱？第52章观众，不要再想那该死的账单，让我们讨论仪式魔法吧。老尼尔神情轻松的将蜡烛、大斧和银质小刀等物品收起。克莱恩很想学上辈子的米国人那样耸耸肩膀，但最终还是没做这不够绅士的动作。他将注意力转回了仪式魔法本身，把之前疑惑的细节性问题一一抛出，并获得了足够确定的回答。比如诵念的咒文都有一定格式，只要满足了它，并用赫密斯语表达清楚了关键意思，那其他部分就可以随意发挥。当然，亵渎的、不够尊崇的描述是绝对禁止的。这堂神秘学课程一直持续到了中午。老尼尔轻咳2声道：我们必须返回佐特兰街了。说到这里，他含糊不清的抱怨了一句：为领取那些该死的材料，我错过了可爱的早餐。克莱恩好笑又疑惑的左右看了看道：尼尔先生，你家里没有厨师吗？或者负责做饭的女仆？周薪12磅足以负担好几名佣人了。据报纸讲，给予住宿和食物的情况下，请一位普通厨师只需要周薪12到15苏勒，连1磅都不用。杂活女仆更加便宜，周薪才3苏勒6便士到6苏勒之间。当然，也不能去指望他们的做菜手艺。也不对，以尼尔先生还欠着30磅外债的状态，不请厨师和佣人才正常。我似乎又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克莱恩后悔之时，老尼尔却一点也不介意的摇头道：我经常在家里尝试仪式魔法，研究非凡物品和对应文献，不会也不可能请普通人担任厨师、男仆和女佣，只是定期让人前来打扫。而如果不是普通人，你认为他们会愿意做类似的工作吗？我似乎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这或许是因为我不会在家做涉及神秘的事情。克莱恩自嘲着解释道。老尼尔早站了起来，戴上了圆边毡帽，边往门外走边嘟囔道：我仿佛闻到了香煎鹅肝的味道，等账单彻底解决，我一定要好好来一份。我中午肯定能吃下一整块配苹果调味汁的烤猪肉，
不，这还不够，必须再来一根配土豆泥的香肠，说的我都饿了。克莱恩吞了口唾沫，快步跟上老尼尔，前往附近的公共马车点。回到佐特兰街，老尼尔刚走下马车，忽然嗯了一声。我看见了什么？女神啊，我看见了什么？他突然敏捷的像是17、18岁的小伙子，飞快来到路边，捡起了一样物品。克莱恩疑惑靠拢，仔细一看，发现那是一个做工考究的皮夹。以他的眼光和见识，很难分辨这暗棕色的钱包究竟是牛皮还是羊皮，只注意到上面绣有一个浅蓝色的小型文章，文章之上是一只展翅欲飞的白鸽，这是克莱恩第一眼获得的印象，而从第二眼开始，他就被鼓胀着皮夹的那一张张钞票粘住了视线。那是灰底黑纹的金棒，至少20张朝上。老尼尔展开皮夹，抽出那些钞票，仔细瞧了瞧，顿时嘿了一声。10磅的纸币让人尊敬的立国者保护者威廉一世。哦，女神啊，整整30张，还有几张5磅、1磅和5苏勒的纸币300多磅，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巨款啊！我也许10年都攒不到这么多钱。克莱恩的呼吸不由自主变得沉重，因为金棒的价值很高，捡到这么一个皮夹，就跟后世捡到了一提箱钞票一样。不知道是哪位先生掉的，肯定不会是普通人。克莱恩冷静分析道，这样的皮夹明显不属于女士。不用在意他是谁，老尼尔轻笑道，我们又不会试图占有这些不属于我们的金钱，我们在这里等一下吧，我想那位先生很快就会回来寻找。对任何人来说，这都不是容易放弃的事物。克莱恩暗自松了口气，对老尼尔的道德品质有了全新的认识。他之前还挺担心对方拿着女神赐予的借口，用这笔钱去偿还账单，正苦苦思索该如何阻止，该怎样劝说。这就是为所欲为，耽误伤害。克莱恩突然有了些许领悟。两人在街边等待了不到1分钟，就看见一辆豪华的4轮马车飞快驶来，侧面的浅蓝色文章上正是一只张开了翅膀的白鸽。马车停了下来，一位穿黑色正装、打同色领结的中年男子离开车厢，看向那个皮夹，脱帽行礼道：两位先生，这应该是我主人的钱包，你们的文章证明了一切，但我还需要再验证一次，这是对所有人的负责。请问皮夹里有多少钱？老尼尔客气回应道。那位中年男子怔了怔，旋即自嘲笑道，作为一名管家不应该清楚主人的皮夹里还剩多少钱，抱歉，请允许我去问一下，这是你的自由。老尼尔做了个请的手势。中年男子回到车厢旁，通过窗户与里面的人交流了2句，他重新靠近克莱恩和老尼尔，微笑说道，比300磅多不到350磅，我主人并不记得具体的数额，并不记得，还真是狗大户啊，我要有这么多钱，肯定数了一遍又一遍。克莱恩对此充满了艳羡。老尼尔点了下头，将皮夹递了回去。女神证明这是属于你们的。中年男子接过皮夹，大概点数了一遍，然后从里面抽出了3张10磅的钞票。我家主人是德维尔爵士，他说你们的品质让他赞赏，这是诚实者应该获得的报酬，请不要拒绝。德维尔爵士，那位成立德维尔信托公司，为底层劳工提供廉价出租房的德维尔爵士。克莱恩一下记起了这个名字，他是哥哥班森既尊敬又认为做事不够贴近现实的爵士。感谢爵士，他是一位善良的慷慨的绅士。老尼尔没有客气，接过了那3张纸币。目送德维尔爵士的马车远去后，他见四周无人，遂转头看向克莱恩，轻甩着钞票，笑了一声道：30磅，账单解决了，我说过他会以合理的方式被解决，这就是魔法的力量，神 TM 魔法的力量，这样也行。克莱恩又一次目瞪口呆，缓了几分钟，进入楼梯口，爬向安保公司的他疑惑问道：尼尔先生，你为什么不祈求更多的金额？不要贪心，举行仪式魔法时尤其不能贪心，节制是每一位窥密人活得足够久的关键要素。老尼尔轻松愉快地解释道。巨大的宴会厅内，几座吊灯上竖立着一根根燃烧着的蜡烛，它们散发出让人心情舒畅的香气，用数量累积着不比煤气灯逊色的光芒。一张张长条桌上摆放着香煎鹅肝、烤牛排、烤子鸡、煎塔鱼、迪西牡蛎、炖羔羊肉、奶油浓汤等美味的食物，另外还有一瓶瓶迷雾香槟、奥尔米尔葡萄酒和南威尔红酒，它们在灯光照耀下散发出诱人的色泽。一位位红色马甲的仆人则端着放水晶杯的盘子，穿梭于打扮或高雅或华丽的绅士和女士之间。奥黛丽·霍尔穿着立领，
高腰，羊腿绣的浅白色长裙，上身被紧束，腰部被勒得极细，多层次的蛋糕剪裁则被金箍完美撑起。她的金色长发优雅盘束，耳饰、项链和戒指皆闪烁着亮眼的光芒，脚下是一双镶有玫瑰和钻石的白色舞鞋，里面有4条、5条还是6条衬裙。奥黛丽用戴着白纱手套的右手摸了下裙撑，她的左手正端着一杯颜色晶莹的香槟。奥黛丽没有像以往一样置身于宴会的中心，成为所有人的焦点，而是避开了热闹，静静站在落地窗的帘幕阴影里。她抿了口香槟，用一种不属于这里的姿态，抽离地望着前方的人们。沃尔夫伯爵的小儿子正与康纳德子爵的女儿聊天，他喜欢用挥舞小臂的方式加强语气。他挥舞的幅度越大，说话的内容越不可信，这是经过验证的结论。他总是忍不住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但又难以控制心虚，这会从他说话的方式、肢体的语言表达出来。黛拉夫人今天一次又一次用左手遮掩笑声。我知道了，她在炫耀她左手上那枚纯净的海蓝宝石。她的丈夫尼根公爵在不远处和几位保守派的贵族议论局势。从宴会开始到现在，他只主动的用视线寻找过他的黛拉夫人一次，他们几乎没有真正的目光接触。也许，他们并不像表现出来的那么恩爱。帕尼斯夫人被拉里男爵逗笑了7次，这很正常，并不奇怪。可为什么她要用心虚的眼神望向她的丈夫？他们分开了。不对，他们去的地方都能通往花园。在这奢靡的宴会里，奥黛丽看出了许多往常根本不会注意的细节。有那么一瞬间，她几乎真的相信自己在观看一场戏剧，每个人都是不错的戏剧演员。她无声叹息，目光清冷。就在这时，她忽有所感，猛地扭头望向了落地窗外的宽敞阳台，望向了宽敞阳台的阴暗角落。在那片阴影内，一只金毛大犬安静端坐，目光幽凝地看着里面，看着奥黛丽，半个身体藏于了黑暗中。苏倩，奥黛丽嘴角一抽，表情瞬间垮塌，再也维持不住观众的状态。第53章倾听者。风暴肆虐的大海之上，一艘古老的3桅帆船正随着波浪跌宕起伏，它的速度并不快，体积也不够大，在这天与海浑然一体的灾难场景里，就如同离开了树木的枯叶。但是不管飓风如何猖狂，海浪怎样恐怖，它都安然航行，未见倾斜。阿尔杰·威尔逊站在空旷的甲板上，眺望着周围如山如峰的巨浪，不知在思考些什么。又要到周一了，他无声低语了一句，那是属于大地母神的一天，是新一轮繁荣和枯败的起始。但对阿尔杰而言，那还有着另外的意义，那属于一位永远笼罩在灰白雾气里的神秘存在。至少我还没有变成疯子。他收回目光，自嘲一笑。这个时候，他仅有的几名船员之一靠拢过来，躬声问道：主教大人，我们这次出航的目标是什么？阿尔杰环顾一圈，语气没什么起伏地回答：追捕一位极光会的倾听者。风暴散去，雾气弥漫，有火炮味但依旧不符合时代潮流的奇异帆船上，一位8、9岁、黄发柔软服帖的男孩胆战心惊地看着周围毫无纪律的海盗们，看着他们享用大桶的啤酒，看着他们借助绳索荡来荡去，看着他们互相嘲讽，甚至挥拳对殴。他转头望向阴影里屹立的黑袍男子，压低嗓音道：父亲，我们要去哪里？5天前，他有印象以来第一次见到了自己的父亲，自称为冒险家的父亲。要不是母亲遗留的那幅油画证明了对方的身份，要不是孤儿院正为自己敞开大门，他绝对不愿意离开家乡，跟随这位近乎陌生的至亲。那位站在阴影里的男子低下脑袋，看着儿子，神情和蔼地回答道：杰克，我带你去一个神圣的地方，造物主曾经居住的圣所，那是神的国度吗？我们凡人只有得到恩赐，才能进去。小杰克被母亲教导得很好，拥有足够的常识，此时又是惊讶，又是恐惧。屹立于阴影里的男子有着一张线条深刻到让人难以忘记的面孔，那就像是最出色大师完成的石雕。他将手放置耳边，摆出倾听的姿态，用一种近乎梦呓的口吻回答：杰克，凡人是一个错误的概念，造物主创造了这个世界，他无处不在，他存在于每个生灵的体内，所以万物皆有神性，神性丰厚到一定程度就能成为天使。现在的那7位伪神只不过是更为强大的天使，你看，我现在就能听到造物主的教诲啊，那是何等非凡的启示！
生命只不过是一场精神的旅行，当精神足够强大，足够坚韧，我们就能找到自身的神性，并与更多的神性合而为一。小杰克听不懂这复杂的描述，摇了摇头，询问起之前没来得及问的另一个问题。父亲，我听妈妈讲，造物主在创造这个世界后，就分化成了万物，并没有实际存在。那为什么还有他的圣所？作为一个7、8岁的小孩，他的逻辑足够清晰。脸庞线条宛若雕刻的那名男子怔了一下，脑袋又侧了几分，仿佛听到了更多的耳语。突然，他趴了下去，双膝跪在了甲板上，裸露于外的皮肤凸显出一根又一根青黑色的事物。他双手捂住脑袋，脸孔扭曲到了异常，极其痛苦地喊道：“他们在撒谎！”用过午餐，在老尼尔保证下次去地下交易市场会带上自己后，克莱恩慢悠悠回到黑金级安保公司，考虑是在文职人员办公室阅读文献练习能力，还是趁队长邓恩尚未禁止，继续外出游荡，到占卜俱乐部扮演占卜家。然而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决定，就看见邓恩·史密斯从外间进来，身穿黑色风衣，头戴半高礼帽。队长，情况怎么样了？克莱恩想着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的下落，关切问了一句。邓恩灰色的眼眸看不出丝毫疲倦道：多方证实，安提戈努斯家族的笔记就在瑞尔·比伯的手里，不过他彻底失踪了。我已经通过电报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各个职业者小队，请他们密切注意各个港口、各个蒸汽列车站点。印制的第一批画像也于昨天下午邮寄了出去，将会刊登在各大报纸上。这个时候要是有电话、有传真机、有监控摄像头、有大数据就好了。可惜我都只懂得用，连原理也仅了解一点点。克莱恩无声吐了口气。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也算找到了那本笔记的下落，而这是属于你的功劳。当然，那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我已经向贝克兰德教区发去电报，请求他们派人护送2到049号封印物过来。那是曾经属于安提戈努斯家族的一件危险物品，它能帮助我们知道瑞尔·比伯是不是安提戈努斯家族的后裔2级封印物。危险、谨慎且节制利用。克莱恩本想好奇地询问这件封印物是什么，有什么特殊能力，危险在哪里，但瞬间就记起自己不够保密等级，只得无奈放弃。愿女神庇佑我们。克莱恩在胸口点了4下，画了个满月。邓恩边打开自己办公室的门，边微微点头道：女神一直在庇佑我们克莱恩，如果你之前没有选择占卜家，等到这件事情确定，应该就能成为正式队员，挑选不免者了。可惜啊，坦白的讲，我一直不理解你为什么会选择占卜家。收尸人虽然让人抗拒，但你见过戴笠，应该明白通灵者是何等的强大。而窥秘人也是一个好选择，至少有老尼尔作为榜样，失控的风险会很低。对于这个问题，克莱恩最开始就准备好了答案，只是邓恩始终没问，直到现在才随口提及。他组织了下语言道：我考虑的是占卜家和窥秘人属于辅助性非凡者，不用总是面对敌人，那样太危险了。而你和老尼尔也说过，在神秘和非凡的领域，好奇与探索常常带来可怕的后果。窥秘人的窥秘描述让我感觉担心，所以你知道的，我在不久之前还只是一位普通的大学生。胆小是我这么选择的唯一原因，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出乎我意料但又觉得很有道理的答案。邓恩揉了揉额角，轻笑了一声。他半转身体，灰眸深邃的上下打量了克莱恩一眼。这段时间你继续外出，不再局限于维尔奇家到铁十字街的路线。也许你能感应到那本笔记，帮助我们确定瑞尔·比伯的下落。好的，克莱恩发现自己不用纠结了，他告辞转身，心里开始了默数。3、2，等一等！邓恩开口喊道。克莱恩回过头来，微微一笑：队长，还有什么事情吗？邓恩咳了一声道：辅助性的非凡者也会有不得不面对敌人的时候。虽然占卜家听起来能规避这些，但我们不可以疏忽，你必须保持枪械的练习，并且有计划的增强力量，这正是我努力在做的事情。克莱恩指了指外面，我出去了。好的啊，等一下！邓恩又一次喊住了他，边思考边说道：或许我得考虑为你请一位格斗教师，当然这件事情的前提是你成为了正式队员。克莱恩嗯了一声，谨慎问道：队长，没别的事情了吧？没有了。看见克莱恩不太相信的眼神，邓恩摇头淡笑，强调了一遍：真的没有了。克莱恩这才走出隔断，和罗珊、
奥利安娜太太等人告别，先到射击俱乐部做了练习，然后闲逛了足足1个小时，认真完成着队长交代的任务。做完这一切，他来到占卜俱乐部，看见漂亮的安杰丽卡女士正悠闲地阅读着杂志。家庭，克莱恩默念完名称，提着手杖走了过去，微笑打了声招呼：下午好，安杰丽卡女士。下午好，莫雷蒂先生。安杰丽卡不慌不忙放下杂志，起身说道：昨天您离开没多久，格拉西斯先生就来了，他刚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克莱恩松了口气，露出笑容道：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听到这句话，一直在悄然观察他的安杰丽卡忍不住压低嗓音，好奇问道：格拉西斯先生说说您是一位非常神奇的医生，是吗？啥？克莱恩愕然看着对面的女士，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从哪里能看出来我是一位医生？我自己都不知道。